早上好，宝贝，我刚起床还穿着睡衣呢。我刚从韩国玩回来，怎么会没有购物分享呢？还新到了一批 PR 礼盒。那这两个大家就一起下饭看吧。韩国啊，我觉得不怎么好玩，但真的很好逛。不是说价格多划算，而是品类特别多，就全部集合到一起。我们这次在首尔待了7天，我有3天时间在爆买。好，那我就拿到手说什么了？我买了一个这样的云朵包。就我这次出发呢，我忘记带一个随身的小包包了。然后每天出门的话，有的相机呀、手机呀，乱七八糟的，我就不是很好拿。我原计划想的是买个40、50的那种小挎包，应个急就可以了。结果我地陪姐带我去的是小艇，全部都是那种买手店。我一看这个价格，汗流浃背了呀！单数，这个很可爱，外形是我会喜欢的，然后价格呢，相对来说我也稍微能接受一点。而且像我们这种出门拿很多东西的人啊，最看重的就是包的这个自重了，这个真的超级轻，就是那种云朵轻飘飘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样子斜挎着就很可爱，看我穿着睡衣也很搭。这个包当时啊，店员极力推荐我买白色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别人试背，我以为他把卫生纸打结背在身上。我们现在讲免税店贵一点的东西啊，我帮我朋友带了块表，真的很好笑，我都已经准备好这个翻译软件了，结果柜员用纯正的东北话给我说，那看啥？中国人还真是遍布世界各地呢。因为我爸妈生日也刚过1、2个月嘛，然后今年都没有给他们准备礼物，我就想着说，那既然在免税店就逛一下吧，给我妈妈挑了这款 GUCCI 的围巾，它是个双面的，正面是这种灰白的大 logo， 然后反面呢是这种比较低调一点的黑灰 logo。其实一开始看到他家那个颜色了，是那种就是牛仔面料的。我也有少算盘，我想的是那个我们一家3口都可以围。但是后来想了一下，那个可能太年轻化了，我妈妈可能不太喜欢，她可能会更加喜欢这种偏低调挂的吧，所以又去换了这个，这种深色也更加经典百搭嘛。然后挑了半天，最后给我爸爸也买了 GUCCI 的一个钱夹，他那个钱包都已经烂成那样了，我觉得这一款就很经典，比那个绿色的要低调一点，但又不像黑色那一款就是那么低调。大家知道啊，我们这种不是经常买奢侈品的人，我们既然花了钱，我们就要求老花一定要有 logo 的，让人家看到我们买的这个东西。然后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战绩，在此啊，特别感谢我买表的那个朋友，给大家先看一下啊，就是 RV 的这个经典款中跟，因为我刚刚不是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，然后免税店跟我说，也可以办一个会员，给你会送积分，这个积分可以直接当钱满奖哦。然后就逛到了 RV 这个柜台，一试啊，真的也很漂亮，我就有点心动，心想说，哎，算了，钱花都花了，不然就买一下。结果你们猜，那个积分折掉之后，这双鞋啊，国内专柜卖7000，免税店5000，你们猜折掉了那些积分之后，我花了多少钱？你们猜？大胆猜，3、2、1，117块人民币，我117块买了一双 RV。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，我嘴都要笑烂了，给大家看。我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一个贴底的。质疑王曼妮，理解王曼妮，成为王曼妮。比较大额的消费就是这些，然后剩下的多半就是集中在奥利维亚。首先就这个土特产的贝果干啊，喜欢吃蜂蜜黄油薯片的一定会喜欢这个。背回来5、6袋，现在吃的只剩下2袋了。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用韩妆了，这次去考察发现韩国现在好流行用棉片啊，买了一个这种胡萝卜的和 ABIA 绿色这一款，你把它当做一个妆前的简单湿敷，一来呢后续底妆更加的跟妆保湿，二来呢可以擦去老化角质。ABIA 的这个我会更喜欢一点，胡萝卜这个很火，但是它的味道闻起来有点药味，我用东西其实还蛮看重味道和使用感的。如果你们想买棉片但又怕踩雷的话，就盲买这2款，我觉得都不错。然后我买了几包这个的卸妆巾，卸得很干净，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应急的嘛。有些卸妆巾它做的可能比较黏腻，你连着用几天就会长那个小粉刺，但是我们出去这些天呢，后面全部都在用它，脸上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感。然后这个很火的本土软膜是补水保湿款的，我在这边试了一下，我觉得效果一般啦，就是软膜这种东西它可能还没有片状面膜来的那个即时效果好。然后买了小红书上很火的这个发膜和他们家的护发精油，这个我昨天洗头的时候已经试过了，很好用，粗硬发质用完哦，摸它真的变得很滑，这个我真的还蛮推荐的。护发精油也还不错，但是只用了1次，后面可能还要多试用一下才能给大家反馈。因为我的洗面奶落国内的酒店了，所以我过去了之后第一天晚上就现买了一个 ABIA 的，它也是好像什么榜单的第1名，但是啊，它有一股很塑料的味道，它的味道如果让我觉得闻起来很不舒服的话，我真的后续连用它的心情都没有了。
Olivia里面所有人啊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大家全部都是拿着手机在里面边找功课边一个一个核对，就像开卷考试一样，每个人神情严肃。我看种草说是因为韩国不是很潮湿嘛，这是款发型的定型喷雾。那2天首尔在下雨嘛，就很潮，做完那个卷哦，用它都可以保持全天的卷翘。它不是那种就是喷完之后你头发变得硬邦邦的那种摩丝。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说，就意味着你晚上回到家之后，你不需要洗头。我这次去呢，加深了我对韩国的2个刻板印象。第一个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香香的东西，我买了很多。一个是这个护手霜，这个米黄色我觉得是最好闻的，淡淡的白花香，价格合适，然后抹开又滋润又不油腻。基本上啊，在里面逛的人，我看大家都会顺手拿2支。还买了一个护手霜，不过这个不是Olivia的，是 Jennie 代言的那个牌子。它是这样的，打开看。哎，这个味道闻起来有点像大白兔奶糖，这是那种小香氛，你可以把它喷房间或者当香水喷身上，也可以喷衣服、喷鞋柜、喷衣柜都可以。这个味道，哇，就是那种干净的少年味。就我本来以为它跟名创优品的那个喷喷一个类型的嘛，可是没想到我上次喷完之后，这牌子竟然还有后调，而且还挺好闻的，就是不是很廉价那种感觉，就这种什么都带点香味的啊，正中我的下怀。我也很喜欢把自己搞得香喷喷的。说起头发的香味，我还买了一个这个，是不是包装很好看？我真的购物欲望超强，而且我是那种比较不理智的人，我可能看到这种好看的包装，我就会很想买，我也不管它有没有用，但是索性我运气都还不错，这个还蛮好用的，它是这种喷出来免洗的护发素，你可以出门的时候啊喷一喷，干了之后也不会变成一缕一缕的，也可以洗完头之后把它跟护发精油一起喷在头发上吹干。它粉色那款会更好闻，但是我们跑了好几家店都没有货，我就买了这个黄色的，也还不错，不会那种很强的味道，但那种淡淡的，人家靠近你发丝就会闻到。啊，你头发好香哦。真的双鱼座就很爱脑补这些有的没的。对韩国人的第2个刻板印象，就他们真的好爱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口服啊，上面可能带点保健品，然后底下是这种喝的液体保健品，这一支就管你今天一贴。还有这种袋装的，就这些是我买了很多东西嘛，然后Olivia里面给我送了他们家一些热门的产品。我们本来还准备买红参的，但是查了一下啊，跟三行都很容易上火，就还是算了吧。我买了这个，说是大餐之后吃了它可以不长胖的，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纯属扯淡了，也就是有个心理安慰。我买了一个新的发际线粉，因为我不是染了黑发嘛，之前的颜色可能就不太合适了。买了一个爱静的气垫，这是给我妈买的，因为她是干皮嘛，我看她好像之前还蛮喜欢用这个的，真的很离谱。我买了一个牙刷，为什么买它？相信大家从它的外表上也能看出来，就是因为它好看。这个配色真的很可爱啊，出门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拿着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美妆博主的本职工作，我买了一些彩妆。首先就是我嘴巴上这个张元英的画爆色，是这种很嫩媚的颜色，嫩门涌从。我还买了她嘴上的这款唇膏颜色，很像有色唇膏，我感觉画那种伪素颜一定很好看。刚才那款有点染唇效果，我不确定这个颜色能不能透出来，但就是这样很嫩的感觉。我真的很容易被画爆色种草，所以还买了3CE 的这款画爆色，这颜色涂出来你们绝对喜欢，这种很浓郁的感觉，这个颜色太适合秋冬了。喜欢，我直接白了1个度。然后我买了一堆它很火的这个冰块唇釉，这个包装真的很好看，透明的这个它就是镜面的，这种磨砂的就是哑光的，这个真的很火，好多色号都买不到了。CF11，这个色很有气质，那种豆沙感。今年很喜欢那种烟粉色，这个在管理颜色就很好看啊。然后是 C1010，它会偏点苹果红的感觉，会更加元气一些。然后是1011这一支，哦，这个也是画爆色，好美呀。说起烟粉色，还买了一支这个，感觉这个颜色就是做打底色会更好看。冰块唇釉这个系列我还买了4支，一起滴滴给大家喽。然后买了这个牌子的腮红盘，这2盘有点类似，都是这种比较火的膨胀色，就这些颜色你往脸上一画，立马就给它喷起来了。后来我逛第2家店的时候，发现它有这个套装，是不是更可爱了？这个色号09，它就是那种会更加低饱和一点，是韩女很喜欢的类型。我来试试这个颜色。哦，哇哦
腮红的氛围感好重要啊。然后买了2块腮红膏，一个是废物的这个很火的05号，摸起来像麻薯一样，会更加细腻一点。还有一个是 BBI 的，好像是小猴子推荐的，我今天用的其实也是这一块，它是会更加带点三文鱼色，像是你皮肤里面透出来就是有一种月经很正常的气色感。我记得好像 BBI 3件打8折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13号的卧蚕笔，这个很好用，我自己在淘宝上经常买，用它轻轻一勾，卧蚕就出来了。有的时候我还会用它画一下这个唇窝呀，或者是人中这里，就是你加深一点你的阴影线条感。然后买了一个他们家这个6色眼影，这种粉棕盘也是我今天画的这一块珠光哦，绝美。不过哑光色会淡一点。这一盘它那个最火的蜜桃盘买不到，但是这个色号日常度会更高一点。我在店里面试完之后，哇哦，这盘真的很好看。然后买了一块这个颜色，我印象中当时在店里面试的时候，它好像可以作为一个修容色，怎么回来一看啊，有点暖呢。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看的消肿色。然后 Kiss Me 在买1送1做活动有一个套组，买了2支，还买了一个这个牌子的液体眼影。我很喜欢这种很细的那种液体眼影，我觉得要比那个1滴泪好看多了。看，带点粉，带点金。然后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土特产 Lupi， 我们最近今年最火的女明星。作为一个盲盒爱好者，当然要端个盒喽。不过我买的是这种小款的，这个系列拆开就这么大，小小的，很可爱。哦，它笑得好憨厚啊。就为什么说韩国很好逛哦？他们这种文创真的非常可爱，这种颜色。首先给你们看这个包，这个包是我在大创买的，不是1、2千的买不起，而是5块的更有性价比。然后这里面我给你们看，我买了一堆黄油家族，好可爱，我天哪！一个这样的卡包，然后买了一堆它的这个小挂件，小兔子呀、小猫，真的很可爱。还买了一个这样的小包，我们刚好用它来放护照。然后放钱包，放身份证，出门的时候好方便的，就不会拉的到处都是。我跟小桑我们2个转了3遍，然后最后在里面站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可买的了，可是又舍不得走，在那足足站了有10分钟。然后就是我们跟我分享最后一个这个大袋子，我在他们家买了一个浴袍，这个配色是不是还蛮老友记的？手感摸着很好啊。跟我这个睡衣还挺搭，就这个款式，除了洗完澡可以当浴袍之外，在天气还没有开暖气的时候，在房子里有点冷啊，晚上就可以穿个它，啊，也很好看。好，跟我分享赛结束，我们开始片儿开箱吧。先看这个是竹本跟回芳冲堂的一个联名红气养人啊，健宁吉言啊。噔噔，有一个吃的，这边一推，哎，可以开水冲泡，也可以直接吃。这个是普气血的。然后里面带了一个镜子，喂，这个是竹本的明星卸妆油，卸妆油很多，就滴滴给大家借花献佛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sh， 哇哦，一个赋能精华露、王牌卸妆洗面奶以及红茶精华。哦，这个红茶精粹水递给一个姐妹，这个洁面递给一个姐妹，这个精华露递给一个姐妹喽。然后来个大家伙，一看大家就知道珀莱雅。3、2、1，噔噔，哎呦，这么个磁吸呀！哦，双抗精华也是我一直在用的，我快用完了，这个我就自留喽。这套双抗水乳就滴滴给大家喽，谢谢珀莱雅。然后是 Tom Ford 的，这个好像是个眼影盘，我记得。哦，大家看，等我好好创作一下，我要画一个很烟熏、很酷的感觉啊！这有一个好大的欧莱雅呀，哇哦！这哪是皮尔礼盒呀？说是传家宝物我也信啊！哇哦，谢谢欧姐，这个系列有点牛的，我还没有试过呢，我就自留的试用一下啊。下一个是 Hans 的唇釉套装，我这次在欧丽维亚也买了好多他们家的东西，这3支，因为我这次买的还蛮多的，我就留1支，把剩下2支滴滴给大家，谢谢啦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。酷酷家的香薰蜡烛，你怎么知道我很喜欢香薰蜡烛？哦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啊，把它放在我的玄关上，然后上面就可以放这个小蜡烛。下一个 Gucci 啊，是他们的粉底液呢。哦，这个色好看，这个我还蛮想试一下的。然后是他们家的哑光口红。
4号308，来上手看一下。这颜色很美拉德啊，很适合当下这个季节。好，最后一个。他们家的塑形眉笔和很火的野生眉蜡，哇，这个之前在网上超火的。双头眉粉哦，这个该不会是那个？果然星辰大海牌，哇，这个好适合玩妆啊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水波纹高光，哇，我就自留个他们家的眉蜡吧，剩下的就都推荐给大家。很好，我又坐在了一片废墟里面。韩国后面的内容呢也会紧锣密鼓的安排当中，大家一定要多一下哦。拜拜。